被家暴后，婆婆和舅舅非但没有为我伸张正义，反而指责起我来。小晴，我可警告你，现在让你做饭伺候公婆丈夫，那都是在给你赎罪的机会，你可要好好反思自己的过错。我听高磊说，你还想离婚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行，就你这扫把星的命，谁家男人愿意要你？也就我家大气愿意收留你。望着沆瀣一气的一家人，我二话不说学起了泰拳，直到家暴老公被我前前后后卸了4次胳膊后，婆婆才痛哭流涕地哀求起我。小晴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放过我儿子吧，同意离婚吧。我冷笑，离婚？离婚了，祸害别的女孩子吗？你儿子这辈子就等着和我白头偕老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砰！家门突然被一脚踹开，我吓得本能一个机灵。昏暗的灯光下，门口那个男人的身影让我心头一颤，他手里还拎着一个酒瓶子，带着一身酒气，颤颤巍巍地向我走来。我为这个项目付出了这么多，凭什么不给我升职加薪？我本能的后退，但他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，脸上的表情满是怨恨与狰狞。突然，我只觉得头皮疼得厉害，是他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，两只猩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我。老婆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他们凭什么瞧不起我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窝囊废？结婚几年来所受过的屈辱，在这一瞬间全部在我脑海中浮现，心底深处的恐惧让我浑身无力，吓得眼泪直流。我甚至连话都不敢说，只能努力摇头。七，他嗤笑了一声，一把揪着我的头发，把我甩到了一边，径直走向了餐桌。他仰头又灌了一大口白酒，像《水浒传》里写的镇关西一样，把酒瓶狠狠地捶在餐桌上，发出巨大的响动。他扫了一眼餐桌上的晚饭，顿时皱眉，狠狠地拍了一把桌子，冲我怒斥：我忙了一天，回来连个肉丝都看不见，是不是连你也瞧不起我？他说完，就又站起身来，颤颤巍巍地朝我走来。我惊恐地步步后退，不小心摔倒在地，一下子把身边的快递盒子推倒。他被快递盒子吸引了目光，表情立刻变得更加狰狞。老子天天在外面累死累活，给人当孙子，回了家里连个肉丝都吃不到。你个败家东西，竟然还在买快递！我看你是几天不打，又皮痒了是吧？他2步走到我面前，又揪起我的头发。他可能打得累了，才终于放过我，自顾自地坐回餐桌喝闷酒。这边的动静把已经熟睡的婆婆吵醒，发着牢骚从卧室里走了出来。她看着家暴现场和遍地狼藉，顿时皱起了眉头，但却是对我不悦。你个骚狐狸，看看自打你嫁入我们家门，我们高家的风水都给败坏了，天天鸡犬不宁。你看看你把我儿子克的，你可真是个丧门星，一会把屋子收拾干净了再去睡觉。他指责了我一通，便坐到高磊跟前，跟他一起吃晚饭，满脸慈祥地安慰着他，然后便将所有的不顺都怪罪到我的头上。至于我，做了晚饭，挨了揍，却没有上桌吃饭的资格，只能默默地收拾满地狼藉。等他们吃完了饭，我又耐心地收拾残局，本想着能让他们消消气，但我没想到的是，高磊竟然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副手铐，把我铐在了床头上，并且不允许我上床睡觉，让我无论站着还是蹲着都不舒服。再加上额头和脸上传来的阵阵疼痛，只能彻夜在难熬中度过。而他却鼾声震天响，跟个没事人一样。在煎熬中，
我只能悄悄地刷着抖音。忽然，一个泰拳的招生广告引入我的眼帘，我点了关注，私信了博主：“师傅您好，我想学习泰拳。”高磊挣扎着从床上醒来，似乎有些头疼，不停地捏着眉心，好一会才发现了背靠在床头上的我。老婆，你怎么背靠在这里？我昨晚又撒酒疯了。他就像是犯了双重人格一样，一副吃惊的模样，冲到我面前，赶忙给我把手铐打开，扶着我坐在床上，一脸关切地查看着我脸上的伤。这也是我打的。这一次，我没有再选择委屈流泪，因为高磊的这套把戏我已经腻了。每次他打完我，都要假惺惺地安慰我，并做出各种保证，但下一次他仍旧不会有半分心慈手软。网上说得好，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我冷冷地看着高磊，看着他那虚伪的关切，心中只觉得好笑，默然道：“高磊，我们离婚吧。”高磊一听这话，顿时急得哭出了眼泪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委屈得像个小孩一般，死死地抓着我的手：“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打你，我就是个禽兽，我是个混蛋，我只是在外面上班，压力太大了，我没想这么做的，你原谅我吧，千万别离开我，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下去。”他越说哭得越厉害，稀里哗啦的停不下来，就像是有多绝望一般。可我却知道，这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。不离婚，我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下去。高磊，你放过我吧。我的声音依旧冷漠。高磊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突然站起身来，转过身去，朝着墙壁狠狠地撞了上去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动静，冲击力一下子让他朝后仰面倒地，墙上和他的脑门上都是血。老婆，你要是离开我，我的日子还有什么意思？我现在这样惩罚自己，你满意吗？他说着，又强行跪起身来，凑到我面前，左右开弓，啪啪啪就是一顿耳光甩在自己脸上。高磊眼看着我不为所动，又一把抓住我的手：“老婆，你不原谅我没关系，但我绝对不能让你离开我。你去哪，我就跟你去哪，就算是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跟在你身边。”我看着高磊那决绝的眼神，这是对我赤裸裸的威胁。联想到整天被这种人盯着，终日人心惶惶，还有住在我娘家的女儿在，我又一次选择了妥协，心中却对学泰拳这件事更加坚定。婆婆这时候听到动静进来，看到高磊给我下跪，顿时来了脾气，一把将高磊拉开，看着自己的儿子已经满脸是伤，心疼不已。你个没骨气的，凭什么跟他道歉？要不是这个扫把星克你，咱们家现在早就飞黄腾达了。妈告诉你啊，这媳妇就得打，就得立家法。高磊是个典型的欺软怕硬，还是个妈宝男，面对婆婆的斥责，乖得像一只小狗一般，缩着脑袋，一言不发。婆婆一把将我拉起来，呵斥道：“一会家里要来客人，你还懒在这干什么？娶你回来要当个神仙供着吗？快去做饭！”高磊也凑过来，低声央求我：“老婆，咱们的事以后再说，先招待客人，去做饭吧呀！听我妈的！”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对母子，做饭是吧？招待客人，好，那我就让你们好好饱餐一顿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默默地穿上围裙，进了厨房，开始忙活。婆婆还像是一个胜利者一般，跟高磊炫耀自己高超的驭人之术。没一会，所谓的客人就来了，正是我婆婆张春梅的弟弟张春生父子。张春梅是个典型的伏地魔，对张春生极尽关怀，导致张春生来我家就像是回自己家一般随意，
甚至也经常以长辈的身份对我呼来喝去。张春生刚一进家，就看到了高磊脸上的伤痕，连忙一脸心疼地查看。我婆婆在一旁帮腔，指责是被我打的，抱怨自己命不好，找这么个儿媳妇。这可是让张春生来了精神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，对我一顿喷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，说我是泼妇。尽管我的脸上也都是伤，他却恍然不觉。尽管他们几个抨击我，我还在厨房里独自忙碌，他也恍若未闻。我也选择沉默，但手上却不断地给饭菜里面加佐料，直到我把饭菜端上桌，他们一家从厨房骂到客厅，从客厅骂上餐桌，自在地拿起筷子享受我的服务，到那嘴上仍旧不饶人。小晴，我可警告你，做媳妇的就要恪守妇道，现在让你做饭伺候公婆丈夫，那都是在给你赎罪的机会，你可要好好反思自己的过错。我听高磊说，你还想离婚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行，就你这扫把星的命，谁家男人愿意要你？一通破下来，我信没信不知道。他们一家三口倒是看上去深信不疑，但张春生显然没有放过我的打算，对着桌上的各种菜指指点点，各种评价，这个颜色不对，那个香气不足，都是负面评价。但自己手里的筷子却不停，吃得直咂巴嘴。饭做成这种德行，你还想离婚？真是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，真把自己当公主了。嫁过来这么多年，就生了闺女，给老高家连个后都续不上。高磊没把你一脚踹了，还让你留在这个家里养着你，那是你祖坟冒青烟了。我心中冷笑，任凭他们怎么说我，都是一言不发。以前的我确实会受到他们这种贬低式铺的干扰，也因此而唯唯诺诺。但现在，我不但想学泰拳改变现状，甚至此时此刻就要报复他们。饭我是一口都没吃，就静静的沉默。片刻之后，滔滔不绝的张春生第一个发作，突然觉得肚子一阵绞痛，风也似的冲进了厕所，接着便传来一声如同山洪爆发一般的动静，下一个就是高磊，但厕所已经被占用，他只能以一个内八的形式站在厕所门口，紧紧地拉着门把手，脸色憋得涨红，扭来扭去。婆婆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伸出手来指着我的鼻子，刚要骂我，突然脸色一变，肚子也传出了咕噜噜的声音，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也要过去抢厕所。但张春生前脚刚出来，高磊就又冲了进去，还没等婆婆走到厕所门口，张春生就又来了感觉，一手捂着屁股，一边急切地催促着高磊。我婆婆好不容易蹒跚到了厕所跟前，张春生的儿子也有了感觉，直接就把老太太拉到了最后面排队。婆婆毕竟是年老体弱，又迟迟排不上厕所，一个没憋住，突然啾的一声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婆婆的黑色长裤裤腿一抖，然后就有一些恶心的玩意顺着她的脚流了下来，散发着一股恶臭。接着便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婆婆脸上的表情一阵舒爽过后，便是恨不得原地去世的尴尬。一连好几个钟头，这一家四口都在排队抢厕所，根本停不下来，一个个都拉得脸色蜡黄，虚脱得没有半分力气，似乎连呼吸都困难。尤其是婆婆年龄最大，体质也比较差，整个拉得已经动弹不得，瘫在沙发上，已经放弃了去厕所。隔一会就听见皮燕子噗噗几声，一条命像是去了半条。张春生抬手指着我，手指颤颤巍巍，怎么就你没事？是你害我们的吧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径直回了我自己卧室，反锁家门。
只听他们虚弱地骂了我一阵，却也是没有力气，终于被迫无奈打了120，被救护车拉了满满一车带走。以我今天在饭菜里下的料，足够他们好好在医院里住上一段时间。尝到甜头以后，我更加渴望学习泰拳。我马不停蹄地联系上了泰拳师傅，登门拜访。师傅看到我脸上的伤痕，顿时来了火气，热情地把我请到了拳馆。家暴的男人我是最瞧不起的，小晴，就算你不付我学费，你这个徒弟我也必须收。我先教你几招简单的招式，让你足够应付家暴，但剩下的动作你得坚持不懈地练习，把自己的身体素质提上去才行。师傅简单跟我交代之后，便开始了细心的教学，甚至包括实战演练。可能是因为我太渴望实力，学习得非常快，那几个基础动作我很快就掌握了精髓。高磊他们一家住院的这段时间，我几乎是每天都泡在拳馆里，生怕少学了一点的东西。现在我面对一个正常成年男子的攻击，已经可以做到全身而退，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被高磊按着头打。想到这一头被高磊揪得顺手的长发，我心一横，全部剪了个干净，换上一头假发。而他们一家也终于从医院回来，恢复了精力的婆婆可谓是气势汹汹，拉着高磊的手就要来找我算账。你个丧门星，想给我们下药毒死我们是吧？一家人住医院这么长时间，你倒好，连个面都不露。春生，把门守好，儿子，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婆婆和张春生一起把我的前后路都堵死，让我直面高磊。高磊显然也是有几分脾气，冲我摇了摇头，老婆，你不该这么做。说着，他从兜里拿起一个小瓶酒，开盖就灌了一大口。喝酒壮胆之后，他看向我的眼神顿时变得很辣了起来，嘴角挂着一股阴沉的笑。好外甥，揍他！儿子，妈这2天差点把命都丢了，你可不能手下留情，让他尝尝记性。经过这2人的鼓动，高磊撸起袖子就朝我冲了过来，他还是习惯性的要揪我的长发，一把下去，我的假发被他揪了起来。由于用力过大，扑了个空，闪了一下。我这段时间练的泰拳正好发挥作用，我抓住时机，一个直拳命中高磊的面门，听到一声鼻骨断裂的脆响，高磊也是发出一声痛呼。但我最近学的连招却让我本能地跟进了下一手，一个上勾拳击中他的下颚，直接让高磊面仰天站立不稳。剧痛和猛烈的攻击让他脑子晕乎乎的，站立不稳看向我，我也非常紧张，但更多的是实战的兴奋。我感觉自己就是动漫里那个光头的一拳超人。今天我终于没有再遭受家暴，那些往事都一去不复返了。最后一招也是师傅怕我初学攻击力不够，专门给我补充的一手。我一个跨步近身，高磊的眼神已经出现了惊恐，而我已经弯曲胳膊，一个重重的肘击打在了他的脑袋上，坚硬肘部的巨大力量完成了 KO。高磊本就喝了酒不清醒，双眼一下子发直，身子直挺挺地朝后倒了下去。婆婆紧张地赶忙跑到高磊跟前，关心地查看他。张春生也是一脸懵逼，反了，造反了！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你？真是活不下去了。婆婆说着胡话，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。于是刚从医院回来的他们一家再次离开。尝到甜头的我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，恨不得每天住在拳馆。我把自己成功打倒高磊的事跟师傅分享，他也非常开心，开始对我进行进一步的专业训练，打好基础。我发现
自从我第一次将那个给我带来无数阴暗的男人打倒之后，我心底深处积累了多年的对家暴的恐惧和软弱，都已经彻底消散。现在的我就是堂而皇之的来拳馆学拳，我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需要在乎高磊、婆婆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意见。而随着我的进一步学习，感受着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强，那种自信更是与日俱增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婆婆一家再度从医院返回，而我的泰拳水平也又攀升了一个台阶。再对上高磊，我绝对能让他毫无还手之力。这几天，我整天泡在拳馆里，家务自然是全部都不做，脏了的盘子碗堆了一摞，家里的灰尘都清晰可见，其他地方也都是乱糟糟的，没有半分家的样子。婆婆见状，顿时又大发雷霆，冲着我就一通辱骂：“丧门星，你是不是长胆子了？上次给范蠡下药的事还没跟你算账，又害得我儿子鼻梁断了，现在连家务都不做了是吧？我看你真是想造反，我给你半个小时把家里收拾，现在就立刻去做饭。”婆婆还以为我是曾经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女孩，对我颐指气使，可我就像恍若未闻一般，原本还坐在沙发上，干脆换了一个姿势躺了上去，大大咧咧地翘着二郎腿，一脸不屑地看着他们母子：“你们两个是活不了了吗？想做你自己做，少在这里跟我发号施令，老不死的！再敢跟姑奶奶我吹胡子瞪眼，我把你的头拧下来！”这些话，我曾在过往每次遭遇不公、遭遇家暴的时候，脑子里幻想了无数次，但我根本不敢，也只能是幻想。此时此刻说出来以后，别提多爽了。而婆婆也被我气得脸色铁青，皱纹都挤在了一起。张春生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在婆婆身后说我无法无天，把婆婆激恼得恨不得生撕了我。在一旁催促高磊对我下手，高磊的鼻子上还挂着绷带，看向我的眼神也满是阴沉。老婆，你现在确实是有些过分了，你不能把我对你的爱当成你无法无天的资本。今天我必须要让你知道这个家里谁才是家法。高磊放出狠话，缓缓地从裤子上抽出了皮带，一脸阴沉地看着我，缓缓向我走来。婆婆和张春生在后面给高磊喝彩鼓劲，我也很淡定地站起身来，取出绑手带来，一圈一圈地缠绕在手上，甚至我更加自信地走向高磊，这反倒让他慌了，一下子顿住脚步。你想做什么？我一笑，做什么？立家法，从今往后，在这个家里，我何以晴就是天。不等高磊反应过来，我率先摆开架势，冲到他面前，就是一套快速的出拳连招，拳直击面门。他刚好了一点的鼻子，绷带上顿时又引出了血迹，整个人也被我打得节节败退。我一通泰拳经典连踢跟上，高磊哪里扛得住，直接就被我打趴在地上。这可不是比赛，没有裁判，他到了我没有停手的必要，一脚接着一脚的踩在高磊的身上，发泄着我这些年在他身上受到的委屈。每一脚下去，我都感觉自己心中那潜藏多年的阴霾消失了一分。眼看着高磊被我揍得毫无招架之力，身上已经出现了不少伤痕，婆婆大急，催促着张春生过来帮忙。好啊，打的还是泰拳，这是专门学的吧？张春生年轻的时候打过拳击，对我的招式自然是能看出来点端倪，也是蹦蹦跳跳的摆出来专业姿势，想跟我比划两下。我放开高磊，一套连招就对着张春生招呼了过去。初开始的时候，老家伙还能闪躲几下，甚至可以还手两招，
但毕竟是上了年纪，没2下就动作缓慢，渐渐跟不上我的进攻节奏。我正是打在兴头上，抓住机会，欺身而上，一套肘击小连招。张春生顿时被我打得晕头转向，也跌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高磊却在这个时候站起身来，想偷袭我，被我一个转身肘击击中下颚，暂时失去攻击能力。但我这次也不打算再留手，要打就必须打服他，让他再也不敢反抗。我用出全力把他放倒，锁住他的胳膊，剧烈的疼痛让高磊嗷嗷直叫：“老婆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别打了，真的，我以后再也不敢跟你动手了。”哼！我冷哼一声，手腕用力，只听得一声咔嚓的脆响，把高磊的一条胳膊硬生生卸了下来。剧烈的疼痛让他发出杀猪一般的哀嚎，额头上全部都是蹦出来的汗珠。见我又抬起了高磊的另一只胳膊，婆婆慌了，连忙跑到我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护着自己的宝贝儿子，老泪纵横。小晴，小晴，别打了，他禁不住这么打了，他都已经知道错了，我也知错，以前是妈不对，妈不该这么逼你，你放过他，我以后就认你是一家之主，这家里什么事都是你说了算，让他去医院吧，你看他都疼成什么样了。我站起身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果然，面对家庭暴力，软弱善良的求饶换来的只能是变本加厉，只有靠自己的实力，才能让自己免受侵害，把家收拾干净，给我做好饭，再去医院。放心，他一时半会死不了。菜里我要看得见肉。婆婆的眼神闪过一丝愠怒，但她一个老太婆更不是我的对手，被我凌厉的眼神盯着，心疼地看了一眼儿子，只能乖乖就范，收拾了家里的垃圾，打扫得一干二净，并且给我做好了饭，这才忙不迭地带着高磊去了医院。这一去又是好久，毕竟经过训练之后，我的攻击力也比之前强了不少。伤筋动骨100天，高磊好久都没有回来，而我自然是依旧每天坚持不懈地在拳馆里抛着打泰拳，实力俨然已经成为了拳馆里的佼佼者。等到母子2人再度回来的时候，家里已经收拾干净，餐桌上也摆好了饭菜。见我回来，高磊舔着个脸把我迎到餐桌上，主动给我摆好碗筷，态度比以前好了几百倍。婆婆也热情不已地给我夹菜，对我嘘寒问暖，看上去比我亲妈都亲。我随便吃了几口，淡淡地道：“表现不错，今天正好都在。我宣布个事，以后家里的经济大权必须掌握在我手里。”说着，我把手摊了出来。婆婆跟高磊对视了一眼，都是面露难色地看向我，吞吞吐吐，显然是不愿意，想找个什么理由。我根本没有耐心去听，直接放下筷子，站起身来，抓起了高磊的那条好胳膊，朝后扭了一把，剧痛让高磊立刻哀嚎求饶。婆婆也忙着站起身来阻拦我，但并没有要给我存着的意思。小晴，你别冲动，咱们毕竟是一家人，以后你就是一家之主了，钱在谁兜里都没什么区别，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吗？快放开，咱们好好吃饭，晚上妈妈再给你做个夜宵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手腕上直接用力，咔嚓，高磊的另一条胳膊被我卸掉，清脆的动静伴随着高磊的哀嚎，就像是天塌了一般。而我并不打算停下，又抬起了高磊那条刚好利索的胳膊。还处于剧痛之中的高磊顿时哀嚎：“妈，妈，快给他！你想让我死在这吗？我给，我给！”婆婆急得也一头汗，手都抖个不停，从卧室里翻腾出来几个存折，还有银行卡，一股脑全部交到了我手里。
算上你当初的嫁妆，还有高磊娶你给你的彩礼钱，一共120万，全在这了。这是咱们家的房本、车本，也都在这，全给你。快放开他！我撒开高磊，接过了家里的财政大权。从此刻起，也正式宣告了我在家里的家庭地位。从前被人欺凌的日子，已经一去不复返。母子2人第4次跑去了医院，今年大半年都住在了医院里。而掌握财政大权的我，自然是把应付的学费全部都照常给了我师傅，并且给他送了一副锦旗。我也彻底成为了拳馆的常客，被师傅聘请为拳馆的拳师，专门教授新徒弟学习泰拳，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。而且我自己组建了一个家暴的微信群，给许多有同样遭遇的姐妹们讲述自己的经历，推荐他们学习自保的能力，一方面能让他们从苦难当中解脱，另一方面也给我自己赚了提成，两全其美。至于回到家里以后，自然是已经烧好了饭，家务也有人打扫，我女儿也被我接了过来。高磊很耐心地辅导她写作业，现在家里的规矩都是我定，我有着绝对的话语权。饭桌上伙食但凡有些不对胃口，我就让高磊去跪键盘、跪搓衣板，尽管饭是婆婆做的，但也要她来受罚，这样的效果更好。就是要让高磊慢慢偿还这些年在我身上施加的压力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张春生来了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他来的时候就要乖巧了许多，低眉顺眼。我故意看了他一眼，哟，舅舅总是空着手来吃白食啊。张春生顿时脸色一僵，尴尬的抠脚，转头看向我女儿，忙着从兜里掏出了几百块钱，塞进了我女儿手里。怎么能空手来呢？这不是有给孩子的红包吗？张春生厚着脸皮笑着，也坐上了餐桌，随便吃了2口之后，便开始了他来此的真正目的。可，那个小晴啊，你看以前呢，高磊确实是对你苛刻了一些，但他毕竟还是真心爱你的嘛。今天我就舔个长辈的老脸，请你以后别再折腾他了，大家毕竟是一家人嘛，你看怎么样？现在想起是一家人了。我一笑，转头看向高磊，他被我的目光扫到，顿时吓得一个机灵，把头缩了起来。老公，是你把舅舅找来管我们的家务是吧？我说没说过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这样往外转可不好。我故意拉长了尾音。高磊吓得再也坐不住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搬出了搓衣板，不由分说就跪了上去，乖巧的像一只小狗。婆婆的嘴角不断抽动，看也是有些敢怒不敢言。张春生突然冷哼了一声，放下手中的筷子。何以晴，俗话说出嫁从夫，你这阴阳颠倒，让高磊一个堂堂大老爷们给你低头，这成何体统？还让婆婆伺候你，给你做饭，你连我这个长辈的话都不放在眼里，你自己觉得这合适吗？我冷笑着看他，老东西，你又皮痒了是吧？张春生顿时觉得面子挂不住，站起身来，撸起袖子就要跟我solo，自称上次没发挥好，看不上我。尽管我婆婆一再阻拦，但也架不住这老东西来找我送死。我此时的泰拳早已炉火纯青，像他这种又老又菜又业余的拳击选手，我能打4个。张春生走到我跟前，还没摆出什么架势，就被我一顿操作打得鼻青脸肿，2个鼻孔蹭蹭往外冒血，又加了几招索性休克，被送到了医院里去。但可惜的是，现在家里我管事，没有我发话，高磊母子连去医院探望都不敢。打了老的，来了小的，知道自己的老爸被揍。张春生的儿子张彪不爽了，
拿着一杆棒球棍就要来跟我拼命，那架势真是巴不得跟我同归于尽。但他也就是胜在年轻而已，比起张春生那2下还不如，打他跟打沙袋一样简单。我3两下就卸掉了他的棒球棍，操在手中，对着他的胳膊就是全力一击，骨头清脆的响声传来，他的胳膊骨折了。张彪发出一阵阵哀嚎，甚至报了警。但那又怎么样？是他先拎着棒子来找我的，我这属于正当防卫。张彪吊着一条石膏胳膊，在警局里哭得稀里哗啦，委屈的就像个小孩，跟警察控诉着我的恶行。高磊也是抓住了机会，跟警察告状，说我家暴如何如何。2个大男人哭得稀里哗啦，在警局里拥抱在一起，难兄难弟，鼻涕眼泪混在一起，好像是从灾区走回来的难民一样，把警察们都逗笑了，聚过来看他们2个的表演。但还是要例行公事，问我有关家暴的事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找了一个女警，让她带我到了一间屋子里，脱掉了身上的衣服。我那些被高磊弄的伤疤，一层落着一层，历历在目，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好肉。之后我又摘掉了我的假发，露出了我的大光头。这一幕让女警彻底震惊了。我一边穿衣服，一边淡淡地道：“同为女人，我想你能体会到我曾经过的是怎样的日子。之所以剃光头戴假发，是因为我受够了被他揪着头发凌虐的日子。”之后，女警便把她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一众警察。大家在了解了情况之后，对待高磊兄弟2人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，瞬间变得不客气了起来。毕竟社会上对于打女人的男人，普遍还是鄙视的。所谓家暴的事，高磊生怕警察追究他对我的恶行，一下子不敢再避避。在警察局就是一场闹剧。回家的路上，高磊吓得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恨不得钻进车底盘下面去。回到家以后，高磊立马把什么键盘、搓衣板的都拿了出来，整齐地摆在地上，跪在上面跟我道歉：“老婆，今天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在警局胡乱说话，今晚我就在这上面跪一整晚。我自然要对他在警察局的所作所为实施家法的，但只是跪搓板，似乎是有些太轻。”婆婆也出来跟着说好话，向我求饶。毕竟张春生父子来找我麻烦，肯定都是他的主意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轻声道：“妈，凡事都要付出代价。曾经您对待我的方式，可比我现在狠得多。怎么这才过了几天，您老就开始请外援挑战我的权威了？看来我的威信立得还是不够啊。”说着，我便越过婆婆，朝着高磊走了过去。高磊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，全身都开始不由自主地站立，冷汗在额头上不断爆出，嘴里喃喃着“不要，我错了”之类的话。婆婆也在我身后跪倒在地，给我磕起了响头，哀求我不要再折腾他儿子。我轻笑一声：“妈，以前您让高磊调教我这个丧门星的时候，可不是这样的。”说着，我已经走到了高磊身边，很是利落地拉过他的一条腿，扭动之下，剧痛让他不断发出哀嚎。婆婆也是吓得脸色苍白，更加拼命地向我磕头。我冷哼一声，手一抖，只听得一声脆响，轻松卸下了高磊的一条腿，顿时让他疼得青筋爆出，冷汗出了一层又一层。婆婆已经打了120，抱着疼得浑身痉挛的儿子，懊悔地给自己脸上甩大巴掌：“造孽呀，都是我造的孽呀，全是我的错，我恶人有恶报，老天爷有什么报应，都降到我身上吧。”高磊疼得咬牙切齿，看向我，艰难地道：“小晴，之前你不是说你想离婚吗？当时我没答应，现在我答应你，
既然我们两个过得这么不幸福，倒不如彼此放手。不幸福，离婚。我轻笑一声，看着他。我现在是一家之主，你看我哪里过得不幸了？还离婚？离婚让你去祸害别人家的良家妇女吗？让我女儿从小失去爸爸。高磊听着我的话，眼神中的希冀也逐渐暗淡，变成了浓重的绝望。我施施然地坐在沙发上，一边看电视一边道：这件事你就不要想了，去医院好好养伤，以后安分守己，遵守我定的规矩，日子自然就会好过很多。这辈子啊，你就跟我白头吧。为我看到母子二人依偎在一起，哭的那叫一个绝望悲伤，一直到上了120的救护车都没停下。真是医院不能办卡，不然真该给高磊办个 VIP。我本以为这次的事情应该已经彻底断了他们反抗我权威的念头，但我没想到他们还没死心，甚至就连张春生也不甘心被我揍一顿。亲儿子被打断了胳膊，他当老子的心里不舒服也是正常的。张春生叫了一群人，浩浩荡荡地堵在我家门口，看他们那健硕的肌肉，就知道肯定都是练家子。嘿嘿，小妮子，自以为学了几天拳就了不起了，这几十号人都是专业打拳的，我倒要看看你的泰拳能打得过几个。今天要么你跟小磊离婚，净身出户，要么咱们就好好的比划比划。张春生完全就是逼宫的架势，摇人是吧？我取出手机，在我的群里也招呼了一声：姐妹们，来帮帮忙！一呼百应。这些姐妹都是曾经受过家暴的，所以学起拳来一个比一个拼，真本事都不差。但我没想打。当人来的时候，我师父也到场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些很有实力的师兄弟们。我们拳馆的人数可是不少，呼啦啦往那里一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黑帮团伙来的，光是气势就足够把人吓破了胆。张春生身后的那些人，刚才还耀武扬威，这一下就没了脾气，一个个怂地低下了脑袋，生怕被人注意到。我走到张春生面前，盯着他的眼睛：你想打架是吗？我陪你啊。这些人都是泰拳高手，你看你想跟哪个比划比划？张春生沉默了，紧张得不断吞咽唾沫，愣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高磊凑到我身后，又把他那套键盘搓衣板摆了一地，跪在上面求我别再计较这件事。真是笑话，每次事到临头了才想到求饶，拿我何以晴当猴耍吗？叫你好好过日子你不听，非得搞事情是吗？你喜欢跪呀，去把这些垃圾都扔掉。从今天起，要跪就给姑奶奶跪榴莲。最后一声，我是怒斥出声。我那些曾遭受过家暴的姐妹们，都在这一刻跟着纷纷大呼：跪榴莲，跪榴莲，跪榴莲！高磊吓得浑身发抖，嘴唇都止不住的颤，但他还是怂了，不敢说一个字，也不敢有任何动作，不敢跪，不敢你在这跟老娘废什么话。兄弟们，动手！说罢，那些泰拳高手们就纷纷撸起袖子，准备干仗，一下子把张春生等人吓得紧张万分。跪，我来跪！婆婆发出一声哀嚎，找出一颗榴莲来，真就朝着那满是尖刺的榴莲皮跪了上去，鲜血顿时引透了她膝盖上的裤子。妈！高磊痛苦地闭上了双眼。姐！张春生也声音颤抖。婆婆紧咬牙关，疼得双拳紧握。小晴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承认以前我是对你百般不好，所有的报应都该我来承受。我保证以后会好好过日子，再也不跟你对着干。春生，今天的事是你自己自作主张来的吧？你狗拿耗子多管什么闲事？张春生被婆婆训斥了一通，顿时愣在原地，
良久，突然怒发冲冠，破口大骂：好好好，要跟我划清界限了是吧？行，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俩谁也不认识谁。张春生说罢，便带着他的人负气而去。我的师傅和姐妹们也相约离去。这一下，张春生与婆婆算是彻底决裂，他们也完完全全再没有其他的任何想法。自那之后，那母子二人乖顺的厉害，再也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。我的日子过得别提有多么舒心。所以呀，女人在面对家暴的时候，最好的武器就是拥有比男人更硬的拳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